我目前还是停留在大荧幕上美女偏花瓶的角色。没有，跟同学去看电影，他们叫我去买票的那一刹那，我就哭了，因为这样我就必须要去跟陌生人讲话，是我害怕的事情。第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那个环境里，我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演我自己。我不会怕别人说我不好，但是我会怕被看见。要求内向的人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不就是等于要求他变外向吗？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脸庞，我们今天欢迎曾凯旋。是璇还是璇呢？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我目前还是停留在大荧幕上，大概是不能说的秘密啊，还有一些就是美女对偏花瓶的角色。没有之后他就突然间人间蒸发的消失，去结婚了吗？对啊，就不小心去结婚了。大家对你的印象可能比较就是偏外表啊，还有就是绯闻啊，外表太强烈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些比较真实自己的故事给大家听一下。OK， 好。他有稍微淡淡的提过，你跟他讲什么事情的话，他用文字来表达，他会是比较轻松的。可是像我的话，我就懒。我觉得写字很麻烦，我会直接你讲个什么东西，我就会直接喷话，直接就喷回去了。在这个社会上，像我这样的特质的人，可能比较吃香，因为你们当下人家问你什么事情，其实你是有想法的，但是你又不讲，人家就觉得你很奇怪。有些特质在某个地方是吃香的，当你自己的特质或是你在乎的人的特质在出社会的行业别里面，或是在某些像欧美的社会都会一直叫你举手要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比较吃亏？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慢啦，但是我的确是一个比较喜欢观察跟思考过后再发言的人，所以我常常在一个团体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但我一直有在听跟观察别人，但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及时的讲出来我想要表达的事情，自己有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那主要的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个性吧，我觉得个性谨慎是一个蛮大的原因，然后因为我不想要自己说不恰当或者是不对的话，所以我就会观察很久，然后咀嚼过后才会吐出来我想要说的话。是从小这样子吗？还是因为曾经有发言不慎之后才改变？也没有，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听跟观察别人的人，然后比较不是那种很踊跃发言或是表达很多自己意见的人。因为我们家有些亲戚小孩是这样，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是长辈会说囡仔人有耳没嘴，谁听得懂？有耳朵没有嘴巴，就是小朋友只能听不能讲。所以有些人是被教育完之后然后变成这样。其实没有我的家庭没有给我这样的教育，我觉得还是个性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小时候就是很害羞，这样连害羞到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跟同学去看电影，然后就几个好朋友嘛，然后他就叫我去买票，他们叫我去买票的那一刹那我就哭了。那你知道我哭的点是什么吗？他们给你100块叫你找300不是啦，我哭的点是因为这样我就必须要去跟陌生人讲话，是我害怕的事情。我喜欢跟人在一起，但是我不是很善于沟通，我觉得我会害怕这件事情。我有一直在反省自己，我在找出那个原因。害怕的主要原因是我好像是害怕犯错。可是买电影票可以犯什么样的错误呢？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还很小，就是反正你叫我去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去讲话，我就觉得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我相信这个世界的某些运作是比较 favor 外向型的人，对于内向型的人常常要被贴标签说比较负面色彩，就是可能内向的人表示他头脑没有在想什么，但是据我认识的内向人头脑都是才在想什么。外向的人像我如果不讲话，我就是没有在想事情，可是内向的人不讲话，他们有自己的小世界。那对于外向的人，他们的介绍我觉得已经够多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多 focus 在一些比较偏内向的人的特质，让大家了解说其实就只是不一样而已。
你有被人家讲过说，你怎么不讲话，或者是你应该要多勇于发言？有啊，就刚入行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就是一个不太善于讲话的人。我听过很多记者朋友们访问我，他们都会觉得我不好访，因为我通常都是回答完问题就是有没有啊，是不是啊，我就说然后我就句点了。以前啦是一个不好访的人，可是那么内向的人为什么要进演艺圈？进演艺圈其实不是我自己在规划的事情，也就是某种缘分让我进到演艺圈。你要听故事吗？对，因为我刚刚有稍微感受到一个难访的一个直到他自己接了下一句。我现在比较长大了啦，我有开始就是开发自己，就是更了解自己，或者是对自己做更多的认识跟功课。我相信这几年的我已经好了很多。回到您刚刚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进入演艺圈？其实是机缘，就是认识了侯志坚老师，他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看到当时的我，他就问我说：“嘿，你有没有想要拍一些广告？”因为他帮很多广告做配乐，广告跟电影做配乐。他就问我说：“你有兴趣拍广告吗？”那时候我才刚上大学吧，就是10几岁的时候。是有吓哭吗？没有吓哭啦，因为他是朋友的前辈，旁边有我认识的人，其实好一些。我就说好啊，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10几岁的小孩就想说，那就打工好了，当打工来做。然后就这样拍了几部广告之后，签了合约，就比较正式的踏入这个圈子，没有太刻意的说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演员，就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如果不太敢跟陌生人讲话，感觉好像你要在很多人面前演戏，感觉好像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对，但我到现在其实蛮感谢我当时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因为我在这个演员工作里面其实认识我自己蛮多的。第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那个环境里，我不会害怕，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那么多人在看着你，摄影机在拍你，我发现我居然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演我自己。所以我在镜头前面，我可以比较轻松的表演或说话，因为那不是我在演的是别人。你觉得做自己你会想的比较多，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做自己了，做出来这件事情就会连带着别人的评价，你是会怕别人说你不好的人？我不会怕别人说我不好，但是我会怕被看见，就是私底下的我被看见。就像你刚刚说，为什么我入行这么多年，然后大家好像都对我的私底下的生活我会比较保护，大家比较不认识真实的曾凯旋。为什么会这么陌生？是因为我很保护我原本的自己，当时的我会不想让人家认识。就像我小的时候上课，有些人会选择坐在第一排，就靠近老师的位置，像我不是，我永远是要选在最角落，离老师最远，然后老师最好看不见我的位置。我是那种个性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对，要是我上课，我就是求一个听清楚嘛，我就会想要第2排吧，就不要离粉笔会太近，但是又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字又看得很清楚的。我没有办法，就我永远要选那个最边的位置。因为老实说，在我认识自己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跟自己一样。我坐在班上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世界上有人是会故意选在那些位置的。出社会之后，就又慢慢的更发现，怎么他的价值观跟我这么不一样，他喜欢的跟我喜欢的怎么这么不一样，然后慢慢的长出一些同理心。比如说你要去应征一个业务的工作的话，外向的特质绝对是可以帮你加分的。那你有因为这个特质让你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会比较辛苦吗？其实做蛮多事情都很辛苦因为基本上这个世界就是人跟人，然后人跟人之间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沟通。那我自己比较不善于表达跟沟通这个缺点，其实常常会带给我困扰。应该不至于是缺点吧，比如说大家社会的期待是我今天跟你讲这个话，你现在就要回我话，可是你不是回答不出来啊，你只是觉得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用文字来写来表达，会是一个你比较习惯的方式。是，但是通常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让我去消化，或者是再整理一下写出来再给你。比如说你现在问我问题，然后我就说你等一下传讯息，我等一下再传讯息给，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自己像这种个性的人，也努力的在跟上这个世界所谓应该要这样的脚步。
需要努力啦，但是自己也知道不是做不到，只是需要时间。因为我相信内向跟外向的人可能一人一半，只是外向的人可能在这个社会上比较容易被看见。外向的人今天要是在办公室里面觉得热，就会大吼我要开冷气。可是内向的人说不定冷，但是他们就只是默默的心里想，哇，我现在觉得有点冷，明天应该带外套，这样子比较不会说出来。要求内向的人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不就是等于要求他变外向吗？对，那就是很辛苦的事情啊。那你身为这样子的人，你觉得你社会化经过了什么？就是你还是知道自己要改变。因为你如果不讲话，人家就会觉得你没礼貌，或者是不跟人家互动，人家就会觉得难相处公主病高姿态这样子，就是你会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会很想努力的跟上。但是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不会用强迫自己的方法，我 even 到现在就是还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我可能还是话比较少的。但是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都已经讲过一阵，然后我再迅速的整理好，然后再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好辛苦哦，就是很平常那种只是随便吃个饭的聚会要这样吗？看熟不熟了。如果我还是有就是熟跟不熟之分，如果像跟一些很亲近很好的朋友，可能真的就随便乱讲没关系。但是在一些比较正式或是比较有长辈的场合，我通常都会是做回那个比较内向跟文静的我自己，因为我会害怕我要是讲了什么出错了怎么办。那你有真的出错过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出错之后会怎么样？说不定人家就然后就继续了。对，说不定别人会不在意嘛，会觉得那没什么，但我会很在意啊。我会自己觉得我当初不应该讲那句话，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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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要是讲错一句话，你会想多久？你说讲错之后嘛？对，讲错之后就错啦。那需要想多久？讲错之后你就会知道错了。因为有些人是讲错之后会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想到，我某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突然讲错一句话，然后就我不应该讲那句话，我多讲那句话了。倒不会，我当下就会发现。我会耶，我会。你应该很常吧？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回话喷太快，然后突然有的时候在刷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应该讲那句话，他会不会以为我是别的意思？不会啦，其实像你这样心直口快的人，我觉得也有好的地方，是因为你是真诚的。但也不能说内向的人不真诚，你也是原来是这个意思。不是，你是就是比较狡猾一点。不是狡猾，是我们会要求自己完美性格。我们就不要求完美，就是我们就没有再要求不是啦，就是心直口快，这是不一样的人格特质啊。就是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像你这种个性，如果跟你相处几次就知道他就是讲话很快，也没有什么心思，也没有是要故意弄你。但像我这种讲话很慢，是要想一想，了解人也会说他不是不回答，他可能就是想好了就会跟我说。我们现在代表2个很大的群体，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只是没有想太多，我们连人家讲的话我们都没有想太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听到比较表层。像我妈都会说，为什么人家怎么暗示你都听不懂？听不懂哦？对，就是我妈说刚刚谁谁谁讲话有点了你一下，你有听出来吗？那是迟钝，那不是心直口快。总之今天还是要聊一下，是希望自己不管有什么特质，有的时候会觉得对面的草地比较绿嘛，有时候我会希望说我希望我可以多像那样子一点，但是我们就只是特质不一样而已，这真的不代表什么。但我也有看到一些很为这样子的特质困扰，就比如说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那他们就必须克服自己的特质，比如说他今天某个同事发表了一个意见，他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可能你想要附加的或者是稍微对立的意见，但是他们就会在想他什么时候要讲，然后会就开完。那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形，我还是会讲，当我有什么意见我知道我必须讲的时候，还是会讲啦。那在这样子的社会组成里面，你觉得怎么样容易被看到？想要被看到，当然还是要找机会去表现自己，但是我觉得表现自己好像不是只有讲话这个管道，像我就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方法来表现自己。比如说我不太会讲话的时候，我就会去写字、写日记、写文章或是写卡片，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来
传达我的讯息，我也不会闷住说都不讲，因为那太痛苦了，不可能。对，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要是觉得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什么思绪需要去理清楚的时候，我会也是一样会写东西，因为你在写东西的过程里面，你就会思考发生什么事情嘛。写东西可以反复修改，然后你是写给自己看的，没有压力，你就会一边写一边再去整理跟思考这样子。就如果你有这些特质的人的话，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就有什么不一样。但我必须在这边插播一个，就是我之前不是频道停更吗？那时候其实我有蛮严重的自律神经失调，就晚上也睡不好什么的。也是感谢曾小杰介绍我看了一些书，然后去认识了自然医学的医生，然后之后我就透过饮食啊、运动、心理咨商调整自己的视角之后，才慢慢复原成现在活蹦乱跳的样子。所以还是要谢谢曾小杰。久病成良医，你能这么精准的推荐这些书籍给我，就表示你可能曾经有这样子的需求，然后选择去看这些的书。当然啦，就是一个从小这样压抑性格，然后不善于表达跟沟通，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当然也碰过很多挫折，然后有很多害怕的事情。念书时期会被排挤，个性太讨厌，长得太漂亮。你再说是特写给他。好啦，开玩笑，会因为一些误会被排解，但是因为那时候很小，不会处理，所以到最后还是都会选择沉默，然后自己就会变得很孤单。就是从小到大都会因为这样的性格特质会产生一些给自己很不愉快的东西。但是长大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喜欢看书，就是看一些心理学的书，因为我本身也有兴趣，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有在看。我觉得我透过这些书里面，其实慢慢的找到某一些方法，比较有概念的来疗愈自己，比较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内向性格人通常我相信会比较压抑，因为不敢说嘛，所以会埋在心里面，或者是怕说了自己会很不舒服，我有说错吗？什么东西？所以我会透过阅读跟写作来把自己的心理的情绪处理好。我觉得这蛮健康的，因为情绪来的时候就像海浪一样，你势必要让它拍过，就是让它穿越过你自己的身体把它发出来。那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如果我不开心了，可能我就会展露出来的那个情绪就过了，然后之后我就可以很正常的做其他事情，而是比较不会停留在那边。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压抑型的人来，你又不想要自己生气的样子被人家看到，或者是比较脆弱的样子被人家看到，你选择去压抑的话，其实不管是写东西或者是找其他你可以有办法整理自己情绪，让情绪有出口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生理影响心理，心理影响生理，那久了生理一定会不舒服，就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然后并且不喜欢自己。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不可以，不健康的。你之前有推荐我一本书叫做《心理受的伤身体会记住》嘛？对。可是你看完那本书之后有改变你什么一些看事情的视角吗？有蛮多的，因为那本书里面举了非常非常无数多个例子，然后你会在那个例子里面找到自己，或许你有伤口就是相对应的地方，然后它有一些比较科学性的建议，跟一些比较日常我们自己做的可以排解这种创伤的方法。就譬如说它里面有建议做瑜伽，其实是一种身心灵的平衡。做瑜伽并不是一定要你多厉害，什么劈腿或者姿势多正确，做瑜伽是一种在寻找自己心理跟身体的平衡。像我一直常年有在做瑜伽，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运动，它可以让我心情平静，因为你在做瑜伽的时候你必须要调节你的呼吸。我超级讨厌做瑜伽，我的筋骨很硬，然后我就跟我的健身教练讲，我健身教练说他也不喜欢做瑜伽，我们就喜欢重量拿一拿，赶快我练到了，然后就结束这回合。瑜伽很慢，你必须要很认真的去感受你的身体。你做英雄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手有点酸，脚有点酸，还是怎样？你在感知你的身体。我觉得身体跟心灵是一起的，就是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会反映在身体上，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不会好啊，他们是互通的东西。所以我在瑜伽里面，譬如说我也有看到很多我的恐惧，譬如说我有一些动作我练了好几年的瑜伽我永远做不起来，
因为我有恐惧，然后我的恐惧是什么呢？然后在每一次的尝试中，你会透过自己去寻找它。为什么我这个乌鸦式就是做不起来呢？我在害怕什么？然后老师觉得我骨折啊，不是啦。然后我的瑜伽老师跟我说，其实以你的能力是做得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其实我是心里做不到，因为我在害怕。那我在害怕什么？你就会在这个做瑜伽的过程中去探索自己。哦，难怪我不喜欢做瑜伽。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大家喜欢探索自己的方法都不一样，这只是其中一个建议。那还有一些正念冥想的东西已经讲到不行了，但我觉得正念冥想反而很适合像我们这种比较急性子的人，因为你要找时间闭上眼睛，然后先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这是一个非常罕有的。我会一直要求别人丢什么东西，我要有个反应，结束这回合，因为我会担心他事情放在那边，所以你很少可以空出一个空档给自己说，我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可是或许在什么都不要想的那个空间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做一个小小的休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瑜伽跟重训。因为重训对我来讲就是好，我举不起来了，我没有办法再多做一下了，那我就可以知道好就在那里。虽然教练会可能在说啊可以，你可以，你头脑觉得不行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再 push 一下。然后瑜伽的话，像你刚刚讲的，我可能需要摸索，而且我就会一直问老师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姿势，可以干嘛？但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需要学习，我需要学习的地方是有些时候可能不要想太多为什么，你可能在做的过程之中正确的问题才会浮出来，就是要真的去做看看。对，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方法，我觉得让问题浮出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当你找到问题之后，你才能解决问题啊。在身体上、心理上、做事情、相处上面，头上长角的人可能会去羡慕背上长翅膀的人，可是你们就只是特质不一样而已。不管你说是不是一个社会化的经验，反正就是你在人活着的时候，你可以更加接受自己，然后越生活越舒服，用自己原本就应该有的样子。你也是好端端的到现在了。我也是，就是很做自己的，到现在好像也没有活得不好。不需要太强迫去改变自己，去配合什么或是变成什么，而是你要做自己，然后去找到一个跟这个世界共存的方法。我觉得今天最厉害的就是曾凯旋讲了很多之后，我们对于他的样貌还是在于我的开场，就是很漂亮的意思，是不是？我没有讲到这个。你以为只有你准备蜡烛？我准备了给你。我也准备了给你，而且这个是我儿挑的，他说要挑老虎的给你。哇，难怪眼光这么好，好漂亮啊！这有在录吗？可能是我儿子听过虎姑婆的故事，不是，是因为他妈老师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阿姨。他有这样说吗？虎姑婆才选老虎啊！他一直用那个大眼睛一直看我啊！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砸在你脸上！生日快乐！要玩到这样是不是？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啦，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向跟内向的人，外向跟内向的人的特质、冲突还有优缺点，其实没有什么好坏啦。我就是要讲到他的蜡烛也熄掉，还要一会儿加油。就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